要说古装造型中最美造型的话，战损妆一定是前三的水平。孤注一掷的凄惨，不甘被命运摆布的决绝，种种情绪加持下，时常能呈现又美又惨的戏剧效果。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古装剧中那些战损妆的角色吧。在《楚乔传》中，李沁把美强惨圆唇公主就拿捏得十分出彩。前期的她是天真可爱、无忧无虑的形象，在她的心里一直喜欢着烟熏。京城王孙贵胄都入不了他的法眼，但对他的烟熏哥哥却是满心满眼。大婚当日，烟熏起兵，一时间时局变化，元纯跪在地上祈求烟熏不要造反，他宁愿不嫁，只要他平平安安。可这一切根本没有回头路，一袭蓝色嫁衣，前一刻还是气质加深，下一秒却跪地祈求。李沁额头上的血迹也清晰可见，凌乱的头发之间再现斑驳。李沁的战损妆把当时的无奈和卑微刻画得淋漓尽致，惨的是他，虐的却是观众。服饰一瞬间从华丽变成凌乱，在他的白手起球之间更有了破碎感，确实让人心疼。亡国公主黑化的情节简直不要太带感哦。当然说到《楚乔传》，赵丽颖的美强惨场面也是值得细品的。在《楚乔传》开局，赵丽颖饰演的楚乔在被狼群拖拽的过程中，就表现出美强惨即视感。虽然被狼群拖拽的过程，一身灰头土脸的感觉惨是真的，但是赵丽颖却很美，最后达到的效果就是那种很有气场，但又让人心疼的破碎感。当然，这部剧中还不止这里，在楚乔打开城门，将将士带回家的场面里，那才是真正把美强惨凸显了出来。虽然打斗之间很帅气，但是脸上加上血迹和脏乱感，看上去美惨美惨的。杨幂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挑下诛仙台之后的造型，绝对称得上这部剧里的经典造型之一。这种破碎又凄凉的造型，在剧情的推动下，那种经历苦难之后看尽繁华的凄美破碎感扑面而来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那句“过去这须臾数年，我不过是经历了一场天劫罢了”。道尽过往的苍白无力，苍白的面容与血迹点缀，把无力和看透的即视感展露无遗。和杨幂同公司的迪丽热巴在《长歌行》中也同样饰演一个很凄惨的大女主角色。迪丽热巴饰演的李长歌一上线就身负血海深仇，他至亲的二叔杀了他爹，还派人追杀于他，青梅竹马之人亲手射箭伤他，逼他坠落断桥被河水冲走。剧中迪丽热巴的战损妆也非常美，早在剧集播出之前，她的定妆照和预告片释出阶段，扮相就已经引起诸多关注。剧中她的凄惨经历和逆袭成长也非常有看点。女演员的角色呈现出的美强惨状态，堪称战损美人。而在很多影视剧中，男演员的很多高光时刻，也是美强惨名场面。《锦衣之下》中，任嘉伦饰演的陆大人就有很多战损妆的名场面。在剧中，任嘉伦的锦衣卫造型把冷酷霸气刻画得生动立体，在官袍和官帽衬托下，他的盛世美颜再一次撩动观众心。战损妆在他白皙的皮肤上留下几抹让人心疼的血点，又霸道又 A 的实力，把男子气概描绘得很形象。这也是为什么他凭借着陆毅一角可以圈粉很多的原因啦。锦衣之下之后，任嘉伦的古装造型更是迷倒了一大片。此后，网友纷纷喊话，把古装造型焊在头上。到周生如故时，依然散发着古装男神的魅力。周生如故中，他饰演的小南城王周生辰是少年成名的将军，他一生都在为守护百姓、守护江山，可到头来却换来剔骨之刑。剔骨之刑的场面也是虐心值爆表的场面，不仅让剧中人痛苦不已，更是把屏幕前的观众虐得体无完肤。一帧帧画面都如在观众的心尖上动刀子，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周生辰的痛，以至于网友一边哭泣一边表示太美了，可以再战损点儿。因为仙侠剧流里而大火的程毅，如今也是当之无愧的人气小生。他和杨紫共同主演的《沉香如屑》虽然尚未播出，但关于这部剧的相关讨论话题却是隔三差五的就来上一波。前段时间，程毅工作室释出一张程毅在《沉香如屑》片场的战损造型照，并配文只此一件。照片中，程毅身穿一袭蓝色长衫，置身于辽阔草原之上，血迹斑斑的衣袍加上清新侧
侧颜与略带哀伤的眼神，即使没有剧情带入，让人能够切身体会那种彻骨的悲伤。而且这已经不是程毅第一次因为战损妆出圈了，此前在《琉璃》中，他饰演深情又执着的司凤，也曾有战损造型令人惊艳，渗血的嘴角、血迹斑斑的衣袍，加上程毅那支离破碎的眼神，只一眼便让人顿感痛彻心扉。大龄出道的肖战在2019年一炮而红，虽然经历过很多次不被看好，但在《陈情令》之后，肖战饰演的魏无羡实力圈粉。少年时肆意潇洒，神采飞扬，眉眼间都是明媚的笑意，后又坠入魔道，一身黑衣看上去魔气满满，为几代家族所不容。最让人心疼的还是不夜天的誓师大会，而这场戏也是肖战的战损妆名场面，美强惨的即视感让人又心疼又想看，简直太上头了。誓师大会是剧中众人讨伐魏无羡的组织，在这里也是魏无羡跳崖的悲惨现场。肖战本身颜值很高，五官立体有型，笑起来特别明朗。在这场戏中，苦笑的无奈与战斗力爆发的强大完美融合。当然，在跳下悬崖时，他已心如死灰，脸上的风尘仆仆与吐血后的残留，在混乱的场面氛围下显得格外凄美。肖战的美强惨名场面，其实除了《陈情令》中，在已拍未播的《玉骨遥》中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《玉骨遥》是肖战人民主演的师徒虐恋剧。作为师傅的石隐，自然有很多被虐的场面，在曝光的个别画面中就可以看到，肖战的石隐依然帅气如故，吐血名场面也是凄惨又美幻，还没看正剧就觉得心痛不已。前有《陈情令》，后有《山河令》，这两部都是让人很惊喜的作品。《山河令》中，龚俊饰演的鬼谷谷主温客行也是圈粉无数。小时候的温客行受尽了磨难，在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鬼谷谷主之后，他也成为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《山河令》中温客行的战损妆也特别让人上头，尤其是杀红了眼的感觉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似乎破壁而出，把谷主的霸气侧漏和战损之后的惨完美融合，烘托出了若强若骄的美感。当然，最主要还是那双犀利的眼神，眼影的配合下，一双充斥着怒火的眼睛展现出来，把鬼谷谷主的狠劲和霸道刻画得栩栩如生。龚俊饰演的温客行可谓让人过目不忘，而他也凭借该剧大红，算是美强惨实力派了。香蜜沉沉烬如霜中，罗云熙饰演的润玉也值得榜上有名。爹不疼妈不爱，女主不喜欢，同样的美强惨设定。罗云熙在剧中的战损妆也是把虚弱和坚毅很好的中和，在强与弱之间的较量展现得游刃有余，特别是在母亲被杀的戏份里，她眼神犀利冷峻，在风力作用下头发凌乱飘逸，把发梢与飘带的灵动与脸部的灰尘感巧妙碰撞，制造出一种被围攻的无力和弱小，也很好的丰富人物性格特征。作为美强惨专业户的朱一龙也曾贡献无数战损吐血的唯美镜头。镇魂他在沈巍为赵云兰挡刀，鲜血淋漓，衬得肤色越发惨白。新编成浪子里的黑衣红发带傅红雪，复仇路上永远面色苍白病态。最后，你们还知道有哪些艺人的战损妆很惊艳的吗？欢迎留言哦。